大家好，我是阿德，超爱亚洲的荷兰人，现在也是超爱足球的荷兰人。你看，我已经穿了我国家足球队的衣服，因为世界杯开始哦。你们有看吗？你下面告诉我一下你最喜欢的足球队，然后你最喜欢的球员是谁？你指哪个国家？你应该已经猜对了。我现在就是要跟你们聊一下足球。对荷兰人、对德国人来讲，足球到底代表什么？因为在这里，足球不只是一个运动，它不是只有比赛，然后你赢了或输了。这是一个社会一个运动，一个社交的一个机会，因为在这里每一个城市、每一个镇、每一个小村子都有自己的足球队，然后每一个足球队，它就是跟旁边的、跟附近的村子，他们就去比赛，每个礼拜天，然后一年后就看谁是那个区最厉害的足球队。我小时候也是每一个礼拜天要跟我爸去比赛，我自己没有比赛，但是是我爸要去比赛，然后我就在旁边鼓励他们拍手，然后喊。所以你可以说，足球是这里的人，欧洲人他们的身份的一部分，他们把他们所有的灵魂都放在那个足球里面。很多小孩子，他们从很小就开始踢足球。刚开始是爸爸教他们，后来他们去参加一个俱乐部。我小时候也有踢过足球，但是是在家里，我爸教我的，然后跟邻居那些小孩子一起踢足球。因为在荷兰每一个社区有一个草地，还有一个球门，然后就可以在那边踢足球。也是在学校踢过足球，就是国小、国中、高中都踢过了。但是我从来没有参加那种俱乐部，因为我个人我是对武术比较有兴趣。但是我还是会在学校踢，我还是喜欢踢足球。但是你们知道吗？你看现在的球员，就是穿了很多高科技的衣服因为他们可以跑得比较快，然后还有那些吸汗的衣服，然后他们的鞋子也是高科技的鞋子。我小时候当然有那种足球的鞋子，但是更早我爸那个年代他们没有。你知道他们穿什么吗？他们穿的皮鞋，对，皮鞋，而且球也长得不一样。所以足球也是改变了很多。以前足球是蓝领的运动，是比较穷的人的运动，比较有钱的人他们去打曲棍球或者那个网球。但是足球是他们觉得是低于他们。那个时候球员也没有拿那么多的薪水，他们的薪水是 OK 的，但是没有像现在那么的多。他们的合约也是不公平，因为你参加一个足球队，你要签约了，比如说1年、2年、5年了，你的合约满了，你还不能随便离开。是从一个比利时的球员开始，然后他那个时候就告他的球队，他赢了。从此以后，在欧洲，他们就不能随便一直叫你留在这个球队，他们就你的合约满了，你就可以离开，你可以找别的球队，而且别的城市或别的国家的球队就可以买另外一个
球队的球员，然后那个价格就会越来越高。我小时候没有那种几百万的那种薪水，没有，但是现在非常的普遍。也可以说，现在足球也变商业化，但是不要忘了，足球是从哪里来的？是蓝领的运动，一般人民的运动。那这次世界杯，荷兰有参加吗？当然有，德国也是。德国他已经赢了4次，他4次就拿到世界杯。荷兰有吗？没有，荷兰从来没有拿到。他们3次有进入决赛。我看一下，我这里有写下来，因为我不是那种很会背那个运动的那种数据了。我看一下，1974年，他们对西德，那个时候还有西德跟东德，2-1，荷兰输了。还有一次是1978年，对阿根廷3-0，然后2010年。他们对西班牙1-0，所以我真的希望这次荷兰也可以进入决赛，然后就可以拿到世界杯。其实我觉得参加努力，输了也没有关系。我希望有更多亚洲的国家会参加世界杯，我也希望有更多亚洲的球员可以参加别的国家的球队，所以搞不好我们以后可以看到中国、马来西亚、台湾都参加世界杯。我前面也讲了，足球也是一个可以社交的一个机会，但是它也是一个可以有更好的生活的一个机会，因为那些小村子他们的球队有很多厉害的球员，那很多大城市的那种 scout 他会去那种村子的球队，他们要去探索，他们要去看，那边是不是有我们可以用的球员？那如果他就从哪个地方挖了，他就可以给他们更好的薪水，更好的生活。但那个人也可以帮助他的亲戚、他的朋友，所以对他们来讲，足球也是一个可以改善他们的生活的一个机会。足球不是只有一个运动，不是只有一个赚钱的一个机会，它更是一个可以团结的一个机会。足球也可以帮助我们对抗种族歧视，因为有那么多的国家，那么多的文化都一起在一个球场，彼此尊重，然后观众看到了也应该学他们。对我来说，运动最重要的是精神，是尊重。所以不管你在球场或你在旁边看那个比赛，你都要尊重别人，因为不要忘了，它只是一个游戏而已。90分钟以后，看谁赢了，谁输了。那输了就是要接受，大家当然希望他们的球队会赢，但是输了也没有关系，也有开心，我们的球队非常非常的努力。所以告诉我，你觉得谁会赢，谁会输？你觉得哪一个球队是最厉害的？你自己踢过足球吗？我也想知道，你下面告诉我。然后你看完比赛，也可以回来这个 video 下面留一下言，然后看你哪个时候猜的对还是错。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